我是阿素，又有一阵子没有发新片了，哈哈哈。因为这阵子我都跑去玩女神异闻录了，所以自然而然就没时间做影片跟追新番啦，真的是非常对不起大家啦。好啦，那回归正题，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部作品是《乒乓》。这部作品在我接触它之前，我早已在 PTT 等论坛上面耳闻这部作品的名声。大部分网友对它的评价几乎都是哇神作、超级热血、必看等等之类的心得。但那时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想看，不过网友的这些反应的确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直到去年年底，巴哈姆特动画风上架了这部动画，我才正式的把它追完看完。那我想起当时我看这部作品时，起初真的非常痛苦，因为它的画风实在太歪曲变形了，这让我当时真的非常不习惯。原本我看到一半，打算第一集看完就弃坑了，但在第一集最后这个桥段却牢牢地抓住我的目光。你反手无力，正手不精，脚步松散，反应迟钝，没一个动作像样。就你还想跟我同台较量吗？做你的美梦！哇，我看的是日本动画吗？居然有这么流畅的中文，而且还丝毫不突兀。光就这点就让我对这部动画相当的好奇。我记得我当时就是这么接着看，一个晚上就把乒乓看完了。那看完了当下，真的就一个爽字可以形容。我很久没有看过这么干净利落、不拖泥带水、以运动为题材的动画了。所以今天阿素我呢，将以不太搞笑的语调以及气氛，认真的向大家推荐这部作品《乒乓》。哇，这片头曲真的爆干爽，连我这老人都不禁热血了一把。乒乓是2014年由汤浅政明执导的动画作品，制作公司由龙之子制作。那这边说一下，乒乓这部作品其实是有漫画原作的。乒乓原作漫画是松本大洋所绘，从1996年连载至1997年，共计55话。故事大致围绕着两个角色，一个是从来不笑但绰号却是 Smile 的月本城，以及桌球套路完全不合乎逻辑，有着满满桌球才能的星野玉。他们俩从小是朋友，现在则是偏赖高中桌球社的选手。有天他们听到了别的学校来了一位中国的桌球选手孔文革，最后星野玉跟孔文革展开了比赛，而星野玉却连1分都没有拿到就输给了孔文革。之后的故事就从这个比赛开始展开。那大家都很关心的一点，为何动画里的角色一定会要画得这么歪七扭八呢？那这其实也不是故意的，因为原作漫画就是这样的画风啊，所以应该反过来说，动画其实为了忠实呈现原作漫画的风格，所以特意选择了这样特别非主流的画风哦。漫画作者松本大洋一直以来都有着独特的画风，而导演汤浅政明在制作乒乓时，他几乎是一个人完成11集的分镜，包括剧本、系列构成也是他一手包办。所以整部乒乓有着相当浓烈的汤浅政明的风格，比如这种流畅滑顺的入印入奥镜头、夸张的鱼眼镜头或是广角变形，这些都是汤浅政明惯用的手法。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看看同样是由他执导的4叠半神话大戏以及猫汤，也许这两部作品称不上好看，但如果是想要尝试特殊口味的观众呢，可以去看看，尤其是猫汤啊，那如果看不懂真的不要来找我啊。那在乒乓里，汤浅政明又用了一个相当特别的手法，他用了相当大量的分镜，并把画面像漫画似的切成了相当多格。说实在，我对于这样的手法起初真的略有不满，为何好好的一个比赛要切得这么细碎呢？但看到最后一节最终大对决时，这些问题在我脑中都一哄而散，其实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。那接下来我来说说我对于乒乓这部作品的感想吧。以下就有爆雷，那还请观众们斟酌观看咯。好，乒乓有别于现在很多运动题材的动漫化作品，举凡帅气美袭全身肌肉的男角群，暧昧不明处处搞基的辅相关系，热身特训战胜强大对手的这种桥段呢，在乒乓里面这些通通没有。取而代之的是乒乓更讲求人物心理的成长，藉由交手当下、儿时回忆、挫败后认清现实等等去形塑每个角色。其实这部想传达并不是努力就能战胜一切这种运动番常见的套路，反而这部作品老是在灌输观众，有才能的人才能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这种题材似乎跟樱花庄的宠物女孩几乎不谋而合，但不同于樱花庄向才能低头的故事基调，乒乓更显得热血青春。星野玉在故事里呈现的并不是那种满腔热血、脚踏实地去努力，最终成为比赛赢家的那种王道主角，而他真的就是一个天才，是独一无二的天才。他让人嫉妒，让人无所适从，跟他比赛输了真的也是无可奈何，让人甘愿的拜倒在他的才能脚下。月本城算是本作中的第2男主角，月本城从小没有自信。
性，面对周围的人总是显得懦弱，因此常常被班上的同学欺负。而星野玉就是他小时候的唯一朋友。说朋友可能还不足，星野玉就是月本城的英雄。到了高中，星野依旧仗势着自己的才能，看不起周围的所有人，直到他成为了孔文革的手下半将，最后又败给了小时候的玩伴佐久间学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眼界是多么的渺小。而月本城上了高中，也被教练点出他根本不在意比赛胜负这回事。即便月本城拥有比星野还要好的技术，他甚至可以打赢世界好手，但他依旧对比赛不抱持太大的兴趣。直到星野放弃了桌球，月本也注意到了这件事，这时月本慢慢找回自己打球的意义。那剧情我就说到这啊，后面让我卖个关子吧，留给你们自己去看啦。好，那最后做个总结，乒乓是一部描述崇拜、梦想、现实、天才、友情、自我的故事。它在画面表现上相当特别，对于桌球的打法技巧也忠实的呈现在画面上。乒乓不卖弄相当多的专业术语，也没有烂俗的热血桥段。乒乓依靠独树一格的画风、动作表现以及镜头语言，让整个故事比起原作相对的活泼了起来。它是一部让你看完第1集就可以让你有动力直接看完一整部的动画，它就是有这样难以言喻的魅力。航海王作者尾田荣一郎看完乒乓时曾说了这么一句话：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没有天才，但当读了乒乓之后，这个想法就被颠覆了。好啦，那这部乒乓就推荐给你们啦。本期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帮我按个小铃铛，以及在影片右下角帮我按个赞以及分享出去。如果有什么想要讨论的，也可以在下方的讨论区留言让我知道哦。就这样，我是阿树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